虽然我们常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不过当两个人打起来，有武器的那方总是比没武器的能多占不少优势。所以在漫长的历史中，不止一个人灵机一动过，如果我把对手的武器搞坏，那岂不是就能占到大便宜，体验欺负手无寸铁对手的快感了？或许就是出于这样的坏心眼，破刃短剑诞生了。第一次看见破刃匕首造型的人，可能会觉得这东西与其说是武器，更像生活用品，像极了理发店老板剪头时用的梳子，平时拿来梳头做个发型，来套洗剪吹也是极好的。破刃短剑比起寻常的匕首短剑来说，普遍打造的十分宽大厚重，而且配备了巨大的护手。这可能是因为它要在背部开出一排像梳子齿一样的结构，因为这个结构要刨掉几乎半个剑身，所以才需要制作的足够宽大厚重，来兼顾强度上达标。之所以会诞生破刃匕首这种武器，其实是源于欧洲的二刀流，也就是迅捷剑配格挡匕首。迅捷剑流行后，人们一直在寻找可以跟它搭档的另一半，最终就发现了匕首也可以用于格挡攻击。简单的来说，就是利用匕首的刀身跟护手去架住敌人的攻击。发现这种用法以后，人们就像发现了新大陆，此后匕首的设计就出现了倾向，使其能够变得更适合格挡。带十字柄的匕首最适合用于防护，因为护手柄可以保护使用者的手。为了更好的防御，护手外侧添加了简单的金属环，护手两侧横杆也被加长，且大多向刀身弯曲，这样可以帮助使用者在决斗时钳制住对手的剑身。而这样发展到极致，可能就是西班牙左手短剑那样，几乎变成龙手剑一样的护手。这种匕首威力突出并不是最重要的，强度够，经得起暴力使用才是硬指标。而破刃短剑就是在这样的趋势下进一步特化的结果。它保持着相对大尺寸的护手，依然可以利用护手格挡。在此之上，剑身背部的锯齿又提供了新的功能，那就是依靠锯齿来卡住对手的武器，并以此牵制和控制对方手中的武器。因为两个人决斗时互相面对面，持破刃短剑的匕首就正好对上对方右手拿的长剑或者迅捷剑，依靠锯齿的空隙卡住对方的剑身，然后只需要调整用力方向，就能用一把匕首锁住对方的主武器。这其实也算一种田忌赛马，牺牲自己的副武器去牵制住对方的主武器。此时对手面对进攻就只能防御，无法还手了。不过这总归还是理想的情况。实际上，现代刀匠在复原了不少破刃匕首后发现，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在用这种武器格挡劈砍时，敌人的剑刃其实很难准确地落入锯齿空隙。不过相对的，在格挡刺削时，往往很容易就能卡住对手的武器。可能这也是为什么这种武器会被用来对付迅捷剑之类以刺击为主且剑身纤细的武器。而锯齿尖端的倒钩设计也可以很简单的让被控制的武器难以抽回。不过名字里写着破刃短剑，这种武器真的能直接破坏对手的武器吗？关于这点，其实在现代铁匠中也是众说纷纭，一直没有一个确切答案。有些人觉得破刃短剑主要拿来对付迅捷剑这类剑身纤细的武器，那如果时机合适，真大力出奇迹一下，把控制住的剑直接折断了，好像也没什么问题。但是也有意见认为，发展到16世纪时，大部分迅捷剑和长剑的强度都已经足够，实在很难单靠左手手腕扭动的力量就把对方的武器折断。所谓破剑，可能只是指通过控制和拖拽让对方的武器脱手。当然了，你控住对方武器后，从身后摸出一把锤子，对着他的武器来上一锤也不是不行，这就各凭本事了。但其实在英语里，被尊称为武器破坏者的冷兵器其实并不少。不过我们在此之前需要认清一个问题，那就是所谓的破剑其实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这点在破刃短剑上就已经体现得非常明白了。到底是指破坏长剑还是破除剑技？假如是前者，也就是在物理上破坏长剑结构的话，其实并不是特别高难度的事情。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要够硬而且够重，
挥舞起来要足够有力。满足这些标准的其实都可以实现破剑的工作。比如在英语中，铁鞭和剪就被叫做中国破剑者。顾名思义，这两样武器在他们看来是拥有敲断武器的威力的。只不过在中国，鞭剪这样无刃的金属钝器，更多的是拿来针对着甲的敌人，而非去搞对方的武器。鞭剪主要盛行于唐末两宋，当时中国军事上最流行的事就是叠甲，无论是骑兵还是步兵，搞来一身厚重的装甲保护，面对厚实的装甲，一般劈斩兵器无能为力之际，于是分量重以打击为主的鞭剪便崭露头角。鞭剪在长时间作战下的耗损比其他利刃兵器少，跟沉重的战锤、骨多、大斧相比，也能更灵活挥动。鞭剪在战场上多用于骑兵，透过骑乘打击，速度加上武器本身的硬度和重量，往往能够隔着甲胄使人重伤。正如武备要略中所言，单刀可敌无甲之兵，难敌坚甲之兵，而鞭能克之。其实西方有不少人也做过用鞭剪破剑的实验，比如热衷于还原古兵器的冷钢公司，以前就还原出一把中国破剑者，不光拿来捅西瓜猪肉，也用它进行了破剑试验，来验证这个别名的来源是否真实。最后结果显示，虽然不一定每一下都能把剑身直接击断，但剪确实拥有可以一击把长剑打弯的威力。只不过考虑到古战场上存在把弯剑放在脚下踩直的神秘操作，所以也很难断言这种用法在战场上是否真的有奇效。你觉得破刃短剑这种武器真的可以折断敌人手中的长剑吗？揭开历史面纱，探寻神秘冷兵器。本期的分享到了这里就结束了，喜欢冷兵器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下期和您分享更精彩的内容。我们下期内容再见。